荷兰房价近年来暴涨40%，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台湾年轻人的题目，这是全世界年轻人的题目哦，先进国家的题目就会发生这个样子。美国的年轻人也买不起啊。然后我再讲另一件事情哦，美国流浪汉为什么很多？哦，相对的，我们台湾、日本、什么流浪汉好像没那么多、这不是说什么社会福利政策哦，而是说美国的持有税实在太高，房屋的持有税，你每年要缴给州税的哦，真的很高。有一位观众还有跟我分享，就是真的很高。大概啊，你这样夯不啷当加一加哦，他加了房贷的利息，哦，他加了要给州税的税金，等于你是在跟美国政府住房。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哦，我们就要付地价税、房屋税，但是那个都几千块，老公寓的话几百块去了哦，所以不算是个压力。在美国会变成说，你这些要缴给政府的州税，然后什么维护费，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再加房贷的贷款的利息加一加，你一年哦大概要抓房价的8到12%。我说真的假的？有那么高吗？他说对，差不多算起来就是这样。他也不在细股嘞，8到12%。换句话说，你好歹你在美国，你买一个3000万的房子啊，8到12%，我们就来算10%好了哈。那一年300万居住成本，对啊，所以真的会没办法呢，真的会被赶出去呢。吼，流浪汉一堆就这样来的。该帮小孩准备头期款吗？30年后的房价所得比数字将吓死你哦。先说结论，30年之后，你小孩看各县市的房子，应该都会像你现在看台北市的房子这么的贵哦，因为通货膨胀，你是要他怎么买得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满手现金的老人不懂投资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该帮小孩准备头期款吗？这我们来聊一个 PTT 上的发文哦，标题我念一下。心得哦，帮小孩出几百万头期款的爸妈多吗？哦，那内容就是在讲说，现代人买房靠贷款天经地义，只差头期款到底能准备到什么程度而已。然后问大家啊，你知道周边已经当父母的遇到小孩需要300到500万的现金当头期款，直接帮忙出掉的人很多嘛？那底下的乡民当然出现一堆帮忙付1000万，根本不用贷款等等，超级多。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类似的，就是在讲说大学刚毕业。他爸妈就帮他买了一间房子，头期款就帮他出了，后面让他自己缴房贷这样。那这个爸妈的想法是，这样小朋友就不会赚到钱在那边乱花，因为都拿去缴房贷了。就算他废的手上有一间房子，其他房间是租给同学这样，至少不会饿死。所以你要知道，我支持帮小孩付头期款对，我支持不然他未来会过得超级辛苦。这边就分享一个网友在那篇文章上留言的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恐慌、贫穷，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张爱玲写的，出处我也找到了张爱玲的《怨女》。对啦，我知道这种说法不符合世俗价值观，什么要让小孩自己独自面对独立成长，不要给他们帮助太多，什么那个是你的小孩，又不是那种别人家小孩，你管人家讲什么？那现况就是你小孩一辈子的收入可能都赚不到一间房子的价格我把这个问题拿去问 ChatGPT 了，那它的算法会放在这边，这就不念了，字太多。反正就是说，从22岁工作到60岁，能够赚3170万元那未来我们应该要工作到80岁或85岁，这些我们都先不讨论就先讲一下大家比较常听到的。22岁工作到60、65这样你看3170万元，那我们假设你存一半1500万去买房子 ，OK， 以现在2024的房市，你应该除了台北以外，你都买得到嘛？坪数什么的也都先不讨论，就是买得到买不到这样那你觉得你未来你的小孩要靠薪水来买房，是更加的困难还是简单最后你要知道，房价所得比正在不断的攀升。那要讲这个，我们就要先来看所谓的房价所得比先讲一下它的算法，房价所得比就是中位数的住宅价格除以中位数的家户可支配所得。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正常家庭要存几年的钱就可以买房子这样基本上它的算法是接近不吃不喝这样子在存好，那接下来来看这张图标题我念一下：全国及七都房价所得比内容我简单讲就好，它是统计2014到2023的 Q2。那全国的房价所得比从 8.2 没有百分比，从 8.2 变成 9.8 10年提升了2成就是全家存钱要存 9.8 年才能买房子。
这个数字只统计到2023 Q2， 所以今年的数字一定是更加炸裂的2024狂飙嘛。然后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是 15.4%， 新北是 12.9%， 我现在住的高雄是 9.2%， 这样。那暴涨最多的是台南2014年的时候台南是 6.3%， 2023年的 Q2 已经变到 9.5%， 暴涨了 51%， 现在当然更不用说了。好，那我们来讨论刚才的问题，你觉得等你小孩出生到有能力买房子你也不能说18岁吧，应该也要快30这样。那这到时候这个房价所得要喷成什么样子我就随便猜反正一定不准。刚才的数据是10年涨 20%， 我们就来算未来的房市缓涨，10年涨 15%。 假设你今年生小孩30年后他要买房子，房价所得比多少？我们就用全国平均值 9.8 去算，来算给你看30年后的房价所得比是 14.9， 这什么概念？再看一次这张图，2023年 Q2 的台北市是 15.4， 代表说30年后台湾的每一间房子，因为我刚刚平均算全国的平均，每一间房子看起来都会是如今台北市房子的价格那台北市的房子看起来像哪里的？可能对标的话我也不知道可能对标到香港对标到矽谷去了吧？对，就是这么夸张的局面。那你还要跟我说你不想帮小孩出头期款，叫他自己去努力吗？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该帮小孩准备头期款吗？我先跟你分享一个 PTT 的发文内容是在问说现在买房子跟银行贷款已经是共识，那头期款准备多少，能准备到什么程度？那有没有听过这种直接帮小孩准备头期款的人？那底下的乡民回文一大堆就是帮忙付300、500、1000还有那种直接现金买断给小孩住的然后我们也讨论了到底应不应该帮小孩准备头期款这件事。我的看法是一定要因为未来的房子会贵到他们买不起，并且我举了房价所得比来证明，光是从2014到2023的房价所得比涨幅就高达21%。等到我们的小孩要买房子的时候会更加的夸张，到时候他看台湾的每间房子就会像你现在在看台北市房子的价格一样，你是要他怎么办？到时候的薪资真的能这样猛爆性的跟上去吗？我看很难吧。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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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哦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哦，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哦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哦。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哦。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这件事情哦，你不要想说什么台湾的特产哦，或东亚的特产，大家都一样哦，美国一样，英国一样，意大利、西班牙大家都一样。我读过一个科普文章，他说意大利的什么黑帮电影，然后是不是他们都一整个家族都住在一起哦，爷爷啊什么的，像教父那个电影也是这样，一整个家族都住在一起，好听叫做家族凝聚力很强哦。其实背后反映的那篇科普文章就是在探讨这件事情，就是意大利的房价太高，高到年轻人自己也没办法买房子，所以就大家一起住，然后是用租的大家一起 share 租金是这样，就是晚辈出去赚钱然后是要固定缴一个共同的生活费，然后来去付房租、去采买或去干嘛就是这样，然后形成一家子人一起生活，去摊掉那个成本。这事情是这样因为欧美他们的那个外食很贵，所以都倾向自己制作。那你自己动手去做料理的话，你2个人一个人去煮2人要吃的是一个成本，一个人去煮10几个、15个、16个要吃的是另一种成本那包含说你的燃料啊你的食材啊都可以被均摊下来所以就会变成说意大利的家族就会大家一起住，然后什么爷爷奶奶啊就去买菜然后年轻人去上班，然后回来的钱大家交一交之后去维持这个生活，变相的形成家族的凝聚力很强这件事情好，这是讲我看到的而已美国也是啊，美国年轻人你要怎么买房子那反正先进国家大家买不起房子，这件事情就很合理。好，那包含柯文哲柯文哲就说什么荷兰的社会住宅到一定的趴数还有20%是社会住宅所以他们没有那个炒房的动力那我们台湾的社会住宅趴数太少，所以他要来盖，是不是都听过？好，荷兰房价也在暴涨，好不好？非社会住宅也在暴涨，好不好？原因一样，这个我看另一篇文章，我是也没去过了，但就跟你分享我看到也不一定正确。反正就是说，荷兰的社会住宅的政策上说是，就是有没有你去申请都可以住，没有错就是集合住宅，然后它离市中心啊，或上班地点啊，或是一些热闹的地方开车蛮远的开车大概要40分钟。这有点诡异，就是我们台湾毕竟太小太近了，所以我们开车开个20-30分钟，我们就觉得蛮远那在国外真的是天天这样子好，那就等于是你住到市郊去了那靠近市心的地方他们都是分离的不像我们那个住商都黏在一起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外围一圈的房子，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比较喜欢那边都是私有的产权，因为社会住宅要地嘛，地去外面盖这样，市郊，那靠近市心的部分的房子还是私有住宅多，然后根本都古迹还是贵到买不起。荷兰房价近年来暴涨40%，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台湾年轻人的题目，这是全世界年轻人的题目，先进国家的题目就会发生这个样子。美国的年轻人也买不起啊。然后我再讲另一件事情美国流浪汉为什么很多相对的我们台湾日本什么流浪汉好像没那么多这不是说什么社会福利政策而是说美国的持有税实在太高，房屋的持有税你每年要缴给州税的真的很高。有一位观众还有跟我分享，就是真的很高，大概你这样夯不啷当加一加他加了房贷的利息他加了要给州税的税金，等于你是在跟美国政府住房。我们台湾其实也是我们就要付地价税、房屋税，但是那个都几千块，老公寓的话几百块去了所以不算是个压力。在美国会变成说你这些要缴给政府的州税，然后什么维护费，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再加房贷的贷款的利息加一加，你一年大概要抓房价的8到12%。我说真的假的，有那么高吗？他说对，差不多算起来就是这样。他也不在矽谷8到12%。换句话说，你好歹你在美国，你买一个3000万的房子8到12%，我们就来算10%好了那一年300万居住成本。对啊，所以真的会没办法呢，真的会被赶出去呢流浪汉一堆就是这样来的。之前那个外网不是也蛮红的，有一个教授大学的教授，他也住不起啊，他也是睡车上，他讲说什么美国生病了这有了没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样。那台湾得天独厚，得天独厚在哪？我们不是走欧美那种税制，所以说我们一旦你要买到房子之前真的很难头期款干嘛？我那时候也是很辛苦嘛，真的很难那一旦你跨过以后，你要持有房子，你要让房子不被法拍，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这看我们银行局那数字很新，每个月都会公布的余放比就知道，就是说缴不出来被爆掉被法拍的余放比住宅的超级之低，非常之低世界之低，低到外国的银行来看我们台湾银行是说你们在搞什么？你们有一大堆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可是我们台湾就要控风险然后相对保守，然后华人有土斯有财，你好不容易买到一个土，你不会因为什么缴不出来，你也会借钱，然后去干嘛？去守住那个房子，然后真正法拍爆掉，因为缴不出来其实相当之少数，极端少数。绝大部分被法拍都是乱搞，比方说自己做生意，然后拿房子压钱、赌博或什么，那造成的法拍好，我们回来讲，总之就是说，房地产它头期款硬但一旦你跨过这一关，那你要持有房子压力很轻压力很，但缴房贷是个压力，但是你要不要看一下欧美他们怎么缴的每年还有州税，对，压力很轻。台湾不然那些已经没有工作能力在吃老人年金那些公园老头老阿伯，他们是怎么那么多房子的？他们没什么收入，你说租金他们一堆也是没在出租啊。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持有成本实在过低那这种畸形的做法你还不上车，你还看不懂吗？对啊，就是很难很难。上车的人之后把门槛树立了高高的不要让大家一起挤上来你看得懂这个游戏你就知道还是要想办法上车尽量上车，这比较合理。 OK， 我们现在上车很困难，建商的预售也推了优付给你去用对不对？我买房阿元呢我都看中古的呢我现在在跟你讲建商预售优付，对不然怎么办？年轻人你要买你就是优付嘛，然后透过这些头期款等于分期付款去降低那个头期款的压力，然后你去买房子，手上有房子让你的资产能够随着通膨一起去舞动，这件事情你才不会被通膨抛下，这件事情绝对是重要的。30年我也觉得蛮久的但是这讲起来就是说我们都遇得到我们都遇得到。我举个例子，这看到我觉得蛮有意思跟你分享，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看2000年出生的小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们好小对不对？好年轻真好，这样好年轻。好，你现在2025看这个小朋友2000年出生的叫小朋友。好，那同理你现在看2000年你代换一下，就是说2000年小朋友往回看什么？看1975年的人，我靠，突然时代历史感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好，即使是这样，时代历史感的差距也才25年30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都遇得到我们都遇得到。总之就是你现在能上车你就上车，你再烂再烂你要一间房子吧你要一间自己住的房子吧？还是说你想把你自己的晚年全部都甩给政府，什么社会住宅，什么关怀户，什么有没的，没有不行
但是跟着你一起生活的家人不就凭空遭罪？我是认为说啊，你自己一个人孤家寡人一个男的你在那边死在路边那边跳海随便，那都你家的事。但是一旦你有了家人你要对你家人负责，你要对你另一半负责，对小孩负责，你就不能这么潇洒在台湾买房子很难，对，买还是要买一旦你上车了，取得资产的跟随通膨摆动的威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在帮你的小朋友保底，你知道吗？你在帮你后代保底，还是说你觉得我们的小孩因为民进党的基本工资一路调整到最后我的小孩现在10岁，等他20岁踏入社会的时候，他每个月保底的薪资会被调到一个月8万多。好，如果他的基本工资调到一个月8万多，请问到时候房价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呀所以这一题难不难？超级难买房这件事情在任何时代都是困难的，就没有简单过这边要扯别的，就是说回头看以前房价敦化南路怎么才一平19万？你为什么不去买？那时候银行是根本借不到钱的，都是关系户才能借钱看人跟看狗一样。然后那时候房贷利率之恐怖啊，对啊，任何时代买房就从来没有简单过。现在有钱的家族怎么样？还是上车啦。当年咬牙上车，然后造就了他的下一代他的2代甚至他的3代在台北市过着天龙人舒适的生活。凭什么？房地产郑志雷，你说他是超会赚钱，本业超级是强，哪有？那不都军工教？对，所以房地产资产属性绝对不能漠视。你现在站在2025年看2026，你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房子好像不太会涨。房地产不是这样看的，它周期就很长，你就要站在2040回头看2025，那你再想想看你要不要上车好，你再看站在2050回头看看你的小孩，你也不觉得他是个超级天才吧，马斯克吧，或是什么企业家吧那是不是心有余力还是要把他买起来不然他以后怎么办？男的娶不到老婆，女的会变成说他就在交往阶段就去交往2代这些会变得一个合理的选择。如果你真的是男孩子，你又没给他房子，那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是支持帮小朋友去出头期款的，甚至房子就帮他们买起来以后就给他们，降低他们未来竞争跟生存的压力。我是支持这样子做的。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他偏偏就扯到了人权居住的需求上，所以各种道理都有。像我刚刚讲的也除了我前面的影片都有套路计算以外，后面讲的好像都是一些玄学嘛，一些比较虚的嘛。但不可否认，房地产多就可以带来什么所谓人生的安定感就是这样。